Action！ 耶！比主持人还兴奋的来宾。Hello， 大家好，我是 Sarah，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小兔，耶！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主题就是你怎么样从留学身份，然后到可以拿到 PR， 就是在加拿大定居。所以今天会问你很多的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我尽我所能回答。嘿，大家好，我是 Rabbit， 你们可以叫我阿兔或小兔。Yeah！我是 Rabbit， 然后我是台中人。我们家之前是开海产店，澎湖也算是我一个家啦。对，所以我很喜欢澎湖的一些海鲜啊。那之后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去澎湖玩哦。那我们聊一下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们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乐游人的露营那一团，对不对？对，是我没有记错的。没有，你没有记错。然后那时候就有听乐游人的 Linus。他那时候就讲说，Sarah 会去哦，我就就是那个 Sarah 吗？他们说对，我就天哪！然后我看到本人本人真的跟影片长得一模一样，真的非常漂亮。那个时候我说天哪，是本人！然后那边摸说是本人，在那边抽，有没有印象？对，我们不敢置信，就是在影片上的人，然后出现在现场，还跟我们去露营这样子。然后其实，在网络上就有在 follow 你，因为你有部落格，然后又有脸书，还有 YouTube， 没有什么在更新，就是好玩，然后就 po 一下。但是其实对，没有像 Sarah 就是这么的用心在经营。因为我没有给你钱哦。好，我们进下一个话题。先请小兔分享一下，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来加拿大念书？那个时候也算是一个职业的倦怠期。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男朋友 Aaron 呢，他就跟我分享了一个讲座，就是可以一边工作可以一边读书的一个课程，叫做 Co-op 课程。然后我听完这个课程之后，觉得很棒就是可以花6个月工作，6个月读书，那就试试看体验一下生活。毅然决然的就报名了这个课程，是读数位行销。你有把这个专业运用在可能你进 YouTube 或者是你的部落格？没有耶。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选择数位行销？在选这个数位行销的这个专业之前呢，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读那个餐厅啊，不然就是旅行社或是旅游这一块。那我想要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学术方面的知识，所以我选择这个行业。那为什么是加拿大？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太多，可能是想要逃离那个时候的工作那种负面的感觉。刚好我听到加拿大的半工半读，然后就直接来了，就没有想太多。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去欧洲交换，所以就欧洲就觉得可以缓缓。然后北美还没去过，那就去北美。你那时候在加拿大，你不是说你念半年？那时候是选什么样的工作？6个月的读书完之后，然后6个月就是可以去工作，体验一下加拿大的一些行销的工作。那非常难找，就是因为我没有当地的加拿大经验，所以公司要你就觉得为什么我要用一个可能才刚来加拿大的人用这个他们可能自己的思维去做他们的行销，他们可能没有很愿意，所以那时候找工作非常难。那刚好就是我很幸运的是找到一间很新创的公司，才新创2个月，然后老板刚好要找我助理，然后他就是我刚好就应征，是一个中国老板，就说你要不要来试试看我们的行销啊？我们要卖这个东西，然后你试试看怎么 po 文。然后我就顺利的去加入了这个新创行业的社群的助理，这样子。工作半年的时间，还是之后有再继续？我其实我很幸运的是，我们的课程是7月份开始，然后我是10月份找到这份工作，做到隔年的4月份吧。然后我就没有再做的原因是因为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公司就倒了啊，真的很不好意思。对，就短短的几个月，但是我还是很感恩这个老板给我机会。所以你是在疫情前，2019年的7月，就刚好在我学完之后，然后要开始进行工作的时候，刚好就疫情爆发，然后所以我们班上很多人都回台湾或者回他们自己的国家。还好我有这份工作，就是可以做到跟老板一起奋战到最后。你的毕业后还可以再继续工作，还是用什么其他的身份留下来呢？就是旅签，因为男朋友就是1+1嘛，就是他读1年，然后工作1年。那时候想说，疫情，然后我又不想要回台湾隔离，那我就想说，不然就是申请旅签，就依附在男友的旁边。然后男友那时候压力爆炸大，我还要养一个女子，对，就Aaron 要讲话吗？但是也因为留下来的原因，才有现在的这个故事这样子。在选这个课程之前，因为你之前去过很多国家嘛，所以你的英文应该是相当的不错的。哇，好像还真没有，因为我
比较厉害的是我的 body language， 这个是比较厉害的。就是讲英文就是要敢讲。是。讲到这个，你有没有曾经遇到一些糗事？就你可能讲了什么东西，然后就可能别人听了不是这个意思。有还真的有。我之前有在英语的那种夏令营，然后带小孩。那个时候呢，英文就是也是没有很好，但是我就是很直翻的那种英文。那有一次我们就是我们的辅导有很多各个不同国家的人，有什么拉丁美洲的、欧洲的、美国那些都有。然后有一次呢，因为他们就在吃冰嘛，然后他们在吃冰，然后他们说你要来一根吗？我说哦不用没关系，因为我的怎么办？那时候我想说月经怎么讲，然后我说 I'm fine。My girl is coming。他们说啊 ，How do you mean？ My girl，他们就，然后我想说 My girl 好像错了，还是 My sister is coming。他们看着我的肚子就有点纳闷，然后他们才觉得到，然后开始变 blood，他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是就是你知道很欢乐的感觉，他们应该笑得很开心。他们很傻眼，就想说什么你的什么 sister 什么 coming 什么意思？对，然后说哦，原来月经是 period， 对，是这样讲。就是从中还是可以学到正确的，没错，所以这些错误也是很重要的。真的，就是讲出来，你就会得到一些答案。就如同刚刚分享的，在英语学习中的小插曲，有时候是很有趣的事情，有时候呢也真的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说到这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推荐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英语学习平台 Link。那 Link 呢，提供了17种不同的语言，是由会20多国语言的语言学家 Steve 所共同创办的一个平台哦。那在 Link 里面有许多它是如何学习语言的影片可以看哦，每次看完都觉得非常励志而且受用。那为什么要使用 Link 呢？首先呢，它的界面真的非常清楚明了，你可以依照你的兴趣啊去选择你想要看的影片，还有音档的内容哦。第二点我觉得很好用的就是呢，你可以汇录你自己喜欢的内容哦，无论是从 YouTube、Netflix、Podcast 或是各种新闻内容，你可以很简单的汇录影片到 Link 里面。如果你想要看一些加拿大新闻的话，像是 CBC 的 Marketplace 呢，上面会有一些深入调查的一些报道，想要更深入学习，你就可以汇入到 Link 里面哦。那第三点就是你还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单字库哦，你可以依照你对这单字的熟悉程度来做分级，而且上面还有有趣的小测验可以让你复习课程的内容哦。第四点就是如果你觉得整篇文章太长，内容太多的话呢，你还可以点击 Simplify Lessons， 可以简化这个课程，让你可能在通勤的时候，或是比较没有时间但还是想要继续学语言的时候呢，就可以好好使用这个功能。第五点就是呢，它没有空间上的限制，无论你是想要用电脑或是平板或是手机呢，都可以来学习新的语言哦。还没有讲完哦 ，Link 还有论坛可以让你跟世界各国人交流。最后 Link 是可以免费注册的哦。如果升级会员，就可以享有更多的功能，像是无限储存单字啊，还有无限上传你想要的内容。一个月只要13元加币，相当于台币300元，你就可以解锁很多的功能哦。那大家也可以使用我的折扣链接还有折扣码哦，就是我会放在说明栏给大家参考，开启你的学习语言之路吧。那你有遇到什么样的文化差异吗？我觉得加拿大人非常有礼貌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坐公车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很多人，他们就会跟司机很大声说 Thank you， 然后就下车。我觉得哇，很棒，很有礼貌，真的超有礼貌。我在这边工作嘛，然后他们就很多客人就会说哦 sorry， 我想说你没有错啊，你怎么？他说哦 I'm so sorry，it's okay， 所以我就很 surprise， 你也很 sorry， 对，我想说哦 sorry， 然后他有没有 sorry 这样子。加拿大人非常有礼貌，然后很谦逊，然后这边的那个开车的习惯真的超好，stop sign 一定要 stop， 红灯可以右转，这个是蛮不错的。我在这边4年多，然后大老远的车子看到你，他们就会停下，然后我就哦，你先过。其实，在台湾就是你就过吧，我就会闪你这样，但是在这边就直接 go， 然后我就而且一开始是不是还会有点小跑步？对，就在那边跑，不好意思，然后赶快跑。真的有差，然后这边就是就是走慢慢，他们就会等你。在台湾就真的咻，但现在应该会好一点。对，好像说有改善。你从那个工作之后，你还有做了哪些工作？我第一份工作这样做完嘛，就是跟老板一起，就是结束了他短暂但是丰富的一个事业之后呢，其实我就没有工作大概也几个月嘛，因为旅签，对，就是不能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有这个机会，我朋友就介绍了一个朋友，然后介绍那一个餐厅，因为我之前是做餐厅做了10几年，所以我餐厅经验还蛮丰富的。我爸妈是开海产店，对，从小就开始耳濡目染，就是怎么那个端菜啊，然后跟客人把干净嘛，造就我就是比较怕生。
对，因为这边的餐厅那个时候疫情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很缺人，但是大家也是怕有疫情，所以就是也不太敢去上班，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一间餐厅就是蛮缺人的，然后我大概有去试工一下，就可能试个半小时，就给大家看说哦怎么端菜，然后他们就觉得一次端很多盘，三盘吧，3盘差不多。我也可以耶，优秀哎，产业欢迎你。因为我在台湾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我有在餐厅打工，然后那时候就是要训练那个端托盘嘛。然后我之前端10杯红酒吧，其实我觉得很恐怖，我自己都觉得很恐怖。很厉害。然后我那时候都很怕，我等一下如果一倾一斜，或是那客人的头往后，可能就10杯耶！对，天哪，那你很厉害。那你有打翻过吗？还好都不是在客人面前。哦，对，所以你在这边也是餐厅吗？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缘分。我开启我的 PR 的人生是，那个时候就想说，等Aaron 结束之后我就回台湾了，我们就一起回去。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旅签，他就说那我就帮你办那个雇主担保。对，然后就给我2年签证，开启了我就是拿了 PR 的这个人生。对，所以是一开始从那一刻开始就签下了这个合约。对。那所以你在这个餐厅就是工作很久一段时间了？那间餐厅从2021 6月到2024年的1月，就是你前阵子才刚离职，对，终于拿到 PR。真的，我觉得这过程真的太辛苦。那你觉得辛苦的点是什么？其实一开始我没有想要拿 PR，是因为那个时候疫情的期间，那个分数降到非常低，降到75分。大部分你就是要你的成绩要400、600、7才比较容易被邀请，但是我降到75 ，Oh my god！ 好像那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好像就是不难，带着一个试试看的心情，然后就开始我的工作之旅。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呢，是因为那个时候想要跟老板表示说，我可以，所以我就跟老板说，我可以做内场，我也可以做外场。他听到内场，他眼睛都亮了，他说，你可以做内场哦 ，OK 啊，那你就去里面洗碗，你就去里面炸东西，你去里面切东西。因为我的力气也没有很大，因为你可以看我就是很瘦小，没皮很瘦小，所以那个时候就抬很重的油锅，然后还要炸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是里面的内厨，然后就什么东西都要做，然后觉得很累很辛苦这样。但当然工作都是很辛苦啦，只是那个时候觉得我为什么要跟老板说我会内场？对然后。可是内场还是有小费，但是我们那间小餐厅它只有外带，所以一整天可能才5块。我们寿司师傅那个时候有2个，内厨只有我1个，然后外场1个，然后那时候外场只有1个的话就是70比30，外场1个人拿70，然后内场各10这样子，所以我只拿到10%。那你那时候有想要放弃的时候？我第1个月就想放弃了，我应该是说我第1个礼拜就想放弃，就觉得也太累了吧，可以去体现我的自我价值，但是我好像体现的有点太早，所以老板就觉得这个人好像可以好好用，然后就派我进内场，然后就做很多东西一天工作大概12个小时，这么长，然后要做5天，做到6天，就是因为那时候没有人手，就蛮辛苦，那时候就觉得好累然后我就跟 Aaron 讲说不想努力，好累我想回台湾，然后每天都很负能量这样子。那你是到什么时候适应了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在适应，我每天都是爆炸负能量。对，这期间大概有多长？8个月。所以我就有找到一个叫 Work BC， 对，劳工局，那免费的课。然后那个时候是 COVID， 所以他们本来是线下 ，COVID 本来改成线上。然后那时候就有知道说，劳工对自己的权益。如果说你受到什么骚扰或者什么不平等对待，也可以跟他们说。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被救赎的感觉。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跟老板谈谈看，就是换成另外一个分店或是服务生，然后老板就把我调去他另外一间餐厅，然后就比较多人。然后因为你知道，一个人做很多事情跟很多人做很多事情是很不一样。然后那时候觉得哇，在另外一间餐厅当内厨，我觉得心情好多了。我没办法一个人抬油锅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人帮我。那油锅有多重？这个很强那你应该要说我就是抬不起来。然后他就说 You can do it， 然后我就好，自己讲说意志力要去把它抬。那你那时候应该练得很壮那时候这边都是很大。你觉得这会对你就是对加拿大的感觉有变？你觉得加拿大好像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这份工作，因为都是亚洲人嘛，不管是韩国还是中国什么的，对，可以理解。我就觉得说，就是因为我在加拿大，所以我就是要，因为加拿大就很重视
人权，所以我就说我就要讲出来，因为在台湾我就是可能就是默默这样做，但是在这边的话你是可以讲出来，不好意思，我就是没办法做，不然就是我可不可以去修正我的工作内容，我没办法就是这么抬那么重的东西，对，所以反而有让你学到说怎么样把你自己想要讲的东西表达出来，我就不会闷在心里。可是这个我也是练习很久，因为我在台湾也做餐厅，那一直以来就这样忙，然后有委屈就放在心里。对，但是在这里的话，你一定要讲出来，不然你的权益就会被埋没。这样。除了工作之外，你还有去哪些地方？就是可能抒发这些心情。我觉得应该还是蛮常去旅游的。是有，但是那时候就跟自己说，我一年后我一定要申请 PR 嘛。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做了1年，然后就比较没有出去玩，但是就是那个时候抒发压力，可能就是在家躺着啊，看个电影，然后就是让自己流汗运动。很正面，因为其实这边的大山大水的，我有看过一篇文章，然后那篇文章说，如果你觉得有负能量的时候，你就是去赤脚踩着草地，然后晒太阳，或去踩沙滩，或是听海水的声音，那这些大自然的声音会让你的心灵会受到很大的一个抒发。夏天的时候，我跟Aaron 我们会常常去沙滩那边，然后就躺着，然后就一整天，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就你知道，就很想哭，我就觉得天哪，就是觉得我好辛苦好累，但是其实温暖的阳光会疗愈你很多事情。对，我觉得这也是温哥华的好处，就是沙滩啊、水这些都离我们很近，是很棒的抒压方式。真的不要放在心里，就是真的要沟通，大自然接触。整个申请过程还有遇到其他什么挑战吗？这个挑战真的啊。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对，因为那个时候不是75分很低分，挖了整池的人嘛，所以那个时候就移民局就暂停去邀请，长达有8个月就完全都没有邀请任何的一个人。那时候有多少人是用75分被邀请到？你记得吗？扣out，马上开始查，找到了，好27332名。那你那时候没有被捞到，是因为我还没有工作1年。对，然后那时候因为75分，然后捞了2万多人，所以就是移民官他们可能消化不了，然后暂停8个月，就觉得没关系啦，反正1年后。但是我觉得困难点是想要投入池的时候呢，移民局打开了那个分数，它飙到了570，这么快就到570，所以那个时候觉得我离570有一段距离，所以我就心就很凉了一半，因为我的分数是496，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那我要等多久才可以邀请到我？那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换新的工作，去换一个新的可能？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就蛮失望。然后还好，就是大概等了半年吧，分数有掉到490几的时候，然后就被邀请，然后就开始申请。然后申请这段时间呢，大概又花了1年又1个月才拿到 PR 卡，因为像其实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大概很快的2-3个月就拿到了。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拿到 PR 半年。有这么快吗？我也要扣啊，我忘记了。进到破到拿 PR 这一段时间应该也差不多1年。然后我们是来1年半左右开始申请，不过我觉得1年差不多吧。拿到的时候你有非常开心吗？就觉得你有流泪吗？这个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很想要离职嘛，因为工作那个时候就是非常高压的状态，然后就一直很想离，然后每天都在倒数，所以那个时候看到分数很高的时候，就觉得心凉了一半。但是我也是调整自己的情绪之后，然后这样工作，因为头都洗一半了。之后就是邀请我的时候，然后到拿到卡的那个状态下，其实我完全没有什么感觉，是因为我等太久了。因为网络上说你只要等5个月或半年，但是我等了1年多，所以我在可能半年的时候就觉得天哪，这个卡怎么还没有下，怎么还没有 process 好？然后之后就越等越觉得无所谓了，有点心凉了。等了半年，那个时候就是那些流程都已经大概跑完，确定会拿到卡，只是还没收到，也没有就是他很多东西都 check， 但是他没有在下一步，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想说，是我的文件有什么问题吗？什么的，他都没有说。对，那你中间有打去就是移民局问过之类的吗？有啊，他就说等。然后我就要等多久？他说我也没办法给你确定，很慌啊，就是天啊，要等多久？然后慌到就是顺其自然吧。对，然后拿到卡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上班，那时候是 Aaron 跟我讲说，拿到卡嘞，然后我就好，你放在桌上，就我已经觉得好像无所谓。那时候我的申请，我请一个移民顾问帮我看我的文件，然后他真的非常 nice， 他就是会帮我看很多很细节的东西，对我非常感恩。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说，姐，我拿到卡嘞。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是看着我，他就说他就对我尖叫，然后抱着我的时候，那时候我很想哭我觉得天哪，竟然有人会跟我一起去分享这个喜悦。那你拿到 PR 卡之后有什么计划吗？
回台湾，yes，因为太久没有回去，因为那时候多久没回去了？4年没有回去，但是我在去年有回去2个礼拜，可那根本不算，那是只是回去办点事情，然后就回来，可能还没有享受一些什么天伦之乐。就是拿到 PR 之后，我会想要回台湾，可能3、4个月，然后好好的跟爸妈聊聊天，相处一下，然后跟他们讨论我的下一步。没错，感觉是很棒的计划，对啊，那就等于说从台湾回来之后再考虑下一步要做什么的。我也是想要犒赏自己说，这个努力3年，然后我就觉得，终于拿到了卡。我觉得重点是拿到卡是我的这个成果没有错，但是那个过程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怎么走过来的。因为从第1个月，我真的受不了，好想离职，好烦，好压抑，然后到这3年这个过程，我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对，就是跟同事的相处，跟老板怎么沟通，怎么向上管理，这一段是我最想要珍惜的这一段经验的累积。就是过程其实更重要。那如果再重来一次，你还会选择加拿大，会选择留下来这件事情？很难回答。之前不是待过很多国家，加拿大应该是你待最久的，对不对？是没错。如果重新一次会不会再选加拿大？我选择是会的，因为我觉得在海外一起打拼的朋友，他们都会有互相互助的感觉，他们就会，假如说你遇到困难，他们就很愿意帮助你。那我觉得这点对啊，小兔真的超棒的。还没有，因为像我们去年不是办讲座嘛，那你就很愿意来帮忙，就是一定要的，一个就是参加很多活动，然后很喜欢挑战很多事情的人。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如果你到一个新的地方，你一定要去找就是找活动，然后去帮忙，可以当志工。觉得人生中就是有这样的机会，我真的很感谢爸妈给我这个机会来海外去尝试不同的东西。重新选择的话，我还是会想要再来这边，因为在这边我可以认识到，你看萨拉丘在这里会动哦。然后我觉得很感恩的是，我在我很低潮的时候，这些朋友都在我身边，所以我在他们身边学到很多。其实我觉得 Aaron 他真的在我身边真的是非常感谢，他真的是承受我很多负能量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2个住在一起，我回家第1个遇到他，然后他就会说：“那还好吗？”然后我说：“不好啊，很烦啊。”然后我就开始很暴躁，但他就很默默地听我讲话，然后聊完之后，他就说：“好啦，不然还是我们回台湾，那就这样就好了。如果你觉得你受不了，那我们就回去吧。”我说：“不行，我都洗到一半了，我一定要拿到我的目标。”他说：“好，那我们在一起加油。”他就是很暖心的力量。我觉得我好像跟你有点像哦，真的吗？就像我如果不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然后 Freddie 可能就说：“那你就不要做啦。”对啊，就放弃啊。对，可是你又觉得说不行，那我都我头都快洗完了，他说不要做。但是如果像我身边有一些单身的朋友，他们一个人在黑夜的时候，就是很孤单的时候，然后他们撑得过来，我也是很敬佩。有什么建议给想要留在加拿大，或者是可能想要来这边念书啊？工作的人，好好活着。不管你是已经买好机票要踏出来，或是你还在犹豫还没有想要出来的朋友，我觉得人生就一次，我觉得你就来试试看吧。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就是来这边可能几个月，或是来这边可能1年打工度假也好，我觉得就是你们很有勇气。踏出来的第一步，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去做志工，认识朋友，因为这边的人他们真的都很愿意分享资源给你们。然后志工的网站呢，比如你可以去Go 有我记起来，volunteer.com 跟 Go volunteer.com， 其实你都可以去找。对，如果我有时间，我就会参加。像那个时候我找工作的时候，那个老师又说，哦，加拿大非常注重当地的经验，他就有推荐一个non-profit 的组织，你可以去那边当 social media 的 marketer，这是最好交朋友的方式。如果你今天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不管你是去哪里，加拿大，或是你去欧洲，或是去其他的地方，你都可以从志工开始先去切入，去认识朋友，你就不会觉得很忧郁寂寞。我们刚来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去参加一个，你知道 Car Free Day 吗？好像有听过。然后我们那时候去骑单车送东西这样，就我们那时候也是刚来，然后就想说去体验看看。之后怎么没有参加了？搬家了，太远。还有一点是。等一下啊，我想说有小抄，我看一下啊，很认真。好，你可以看着讲，看着讲吗？因为其实如果说想来加拿大的朋友，我觉得不管是你想要拿 PR 或是没有这个计划都好，至少你在这个土地上去很好好的认真的去过你的生活，跟认识新的朋友，就是好好的用力去体会这个当下。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抗忧郁，在冬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很忧郁嘛。我觉得可能多少大家都有过在冬天忧郁的这个
状况。家里也不在这，然后可能如果你刚来也没有什么朋友的时候，你会很忧郁。对，那其实你不要觉得寂寞，我们也会这样觉得，有时候很忧郁啊，都下雪下雨烦，但是没事，没关系，就出去淋个雨。对，就是去外面大叫，去感受一下大自然这个美好。本人人生就没有很顺心的事情，对，所以你可以写个长期计划表。因为我那个时候在选择要不要去做这个雇主担保的时候，我是有跟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还有我的男朋友去写一个计划表。我没有拿 PR 之后回台湾的生活，拿到 PR 之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有大概一个草稿在脑袋里面，分析完之后觉得，我好像比较想要这样的生活，所以我就很努力拿到 PR。但是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他本来想要拿 PR 了，但是他发现他回台湾之后更快乐，更多资源，所以他就放弃了。他放弃了，他本来东西都准备好了，他就说他不要了，他就说他要回台湾。他有可能没有出来，他可能也不会知道他最后还是会想要留在台湾。真的，他就是看过觉得其实台湾很好啊，台湾很棒，所以他就回去了。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你自己的。没错。对，之后回来加拿大，你还会想要再待在温哥华吗？其实温哥华对我来说是一个舒适圈，我在这边认识很多很不错的朋友，但是我很想要再去挑战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之前有在东京待过，都是比较繁忙的城市，会让我觉得，我的生活跟我的能力是有在做累积跟提升的，所以我会希望可以去大城市看看，那可以再做个比较之后觉得，我还是喜欢比较慢的地方的话，我还是再回来，但是我还是会想要在趁现在拿到 PR， 我离职了，然后很年轻，很年轻，对，18岁，趁你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看看，看你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再去做选择，其实也不晚。下一站我会去多伦多或是渥太华看看，去看那边的机会，再去看下一步。一定要留在哪？感谢小兔今天的分享，超级精彩。是这样的，谢谢。你的 YouTube 应该还会在经营吧？就是大家如果对小兔的经历啊，然后或者想要认识小兔的话，就是可以私讯我。对，可以私讯小兔的部落格、Facebook、IG。对，谢谢 Sarah， 谢谢 Sarah。本尊的手啊！你知道我们不小心又聊太久，对不对？太久吗？我们要拜拜吗？好，谢谢大家，请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Sarah Chu，真的是有经验。动串，拜。好嗨，好热，好嗨！哇，竟然有掌声呢，我都流汗。因为我看到一些部落客嘛，他们都说什么我2个月然后去了10几个国家，可能年轻的时候会觉得哇，好棒哦，好厉害哦，但我在2016年之后的一个旅行，让我整个就是 change 了我，改变了我的旅游想法。为什么？那个时候发生什么？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去蒙古当志工，然后我发现，跟我去帮那些孤儿去建造他们的家乡，跟他们一起玩，我就觉得天哪，这才是旅游吧！我就觉得跟当地人一起去建立那种情感，这才是旅行。而且很多人就是可能去了这个地方，就去过这里。就没有了。但是我可以说，我去过这里，我还跟他们一起玩，我还教他们中文，然后我还跟他们一起打篮球，而且他们还现场杀了一头羊给我吃。所以我这次去德国，我有去找那种就是打工换宿的，帮他们照顾羊啊马啊，然后跟他们去住农场那种，才会有活的这个感觉。你现在是在拍吗？对啊。